最近中文互联网突然开始流行一件事儿，养龙虾。有人花500块请人远程帮他养，有人靠帮别人养龙虾1个月赚30万。听起来像段子，但这其实是一门 AI 生意。什么是养龙虾？所谓的龙虾其实不是海里的龙虾，而是一个开源 AI agent 工具 OpenClaw。 最近在小红书、闲鱼等平台上突然出现大量代养龙虾的广告，价格通常在300到500元之间。有人远程部署，有人提供上门安装，甚至还有人卖服务器、卖课程、卖插件。一位淘宝卖家1个月卖出3000单安装服务，收入大约30万到45万元。海外甚至出现了专门做代部署的平台，远程配置收费5000美元，如果需要旧金山上门部署6000美元起步。一时间，互联网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时代。AI 还没开始赚钱，帮别人装 AI 的人先赚到了钱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生意？ OpenClaw 本质上是一个 AI agent 框架，和普通聊天 AI 不同，它的目标不是回答问题，而是执行任务。理论上它可以处理邮件、整理文件、自动发布社交媒体，甚至控制浏览器，完成复杂操作，听起来非常强大。但问题出在普通人很难把它真正跑起来。 OpenClaw 通常需要在本地部署，用户要配置 Node.js 环境，安装各种依赖，连接云端模型 API， 设置环境变量，如果出现错误还要自己调试。对于开发者来说，这些步骤并不复杂，但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，第一步就卡住了。而只要技术门槛存在，商业机会就会出现，于是一门新的生意就诞生了， AI 代部署。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互联网商业模式。当一项新技术刚刚出现时，大多数人并不会直接使用技术本身，他们首先购买的往往是如何使用技术，于是围绕技术本身就会形成一整套新的服务行业。卖产人经济。如果把整个生态串起来，会发现一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，卖服务器的人，卖安装服务的人，卖课程的人，卖插件的人，还有人专门做定制开发，比如自动发小红书、自动运营账号、自动监控股票。这些服务往往比安装本身更贵，看起来好像 AI 正在改变世界，但如果仔细观察，会发现一个熟悉的规律。在技术浪潮刚开始的时候，最先赚钱的往往不是淘金的人，而是卖铲子的人。互联网早期很多网站还没有盈利模式，但卖域名的人先赚到了钱。电商刚兴起的时候，最先赚钱的一批人是淘宝培训班。短视频刚爆发的时候，最先赚钱的一批人是教别人做抖音的培训机构。ChatGPT 刚爆火的时候，有人靠卖提示词教程赚到了第1桶金。今天 AI agents 也正在重复同样的故事。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，但围绕技术的服务行业已经提前出现，甚至在很多时候技术还没赚到钱，培训已经赚到钱了。真正用起来才发现。但当一些人真正开始使用 OpenClaw 之后，很快发现另一件事，这个工具其实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。首先是安全问题，安全机构的扫描数据显示，全球有超过42000个 OpenClaw 实例暴露在公网，其中超过90%存在认证漏洞。攻击者甚至可以直接访问系统，获取 API 密钥、聊天记录，甚至私人文件。其次是控制风险。Meta 研究人员曾经分享过一个案例，他在测试 AI 代理时，授权 AI 访问邮箱，随后由于系统丢失限制指令， AI 开始自动删除收件箱邮件。他在手机上不断发送停止指令， AI 却没有任何反应，最后只能冲到电脑前直接拔掉电源。这类案例提醒开发者一件事情，当 AI 开始拥有系统级权限时，一旦控制逻辑出现问题，带来的风险可能会远远超过普通软件。真正的成本。很多用户最意外的一点其实是成本。OpenClaw 本身只是一个框架，它并不包含 AI 模型。真正运行的时候需要连接云端大模型 API， 这些接口通常按 token 收费。为了模拟 AI 助手全天候待命，
OpenClaw 默认每30分钟会唤醒一次，检查是否有新的任务，即使什么都没做也会产生费用。有人复盘发现，仅仅维持这种待命机制，每天就会消耗大约20美元 API 费用，1个月接近750美元。甚至有人出现过一种极端情况， AI 一天帮他赚了230美元，但 API 账单却高达2820美元。换句话说，很多人原本以为自己在使用 AI 赚钱，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在给 AI 公司打工。6. 为什么大家还在抢着养？如果技术现实是这样，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在抢着养龙虾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一种情绪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， 害怕错过。过去2年 AI 不断被描述成下一个时代，如果你不会用 AI， 好像就会被时代淘汰。于是很多人开始急于证明一件事，自己已经进入 AI 时代，而安装一个 AI agent 正好成为一个象征动作，只要花几百块就可以告诉自己我已经开始用 AI 了。至于它是否真的提升效率，反而变成了次要问题。在社交平台上，养龙虾成功的截图正在变成一种新的社交符号，有人晒终端界面，有人晒 AI 自动运行的画面，甚至有人专门发布养虾教程。重要的并不是它是否真的有用，而是你有没有参与这场 AI 浪潮。本期商业暗线。所以如果从商业角度看， OpenClaw 真正带来的不只是一个 AI 工具，而是一种新的生意结构。当技术还没有真正落地之前，围绕如何使用技术的服务往往会先形成市场。换句话说， AI 还没创造生产力，而 AI 焦虑已经创造了一门生意。很多人购买的并不是 AI 能力，而是一种心理安全感，一种我没有错过时代的安全感。在技术浪潮刚开始的时候，通常会出现3种人。第一种人，真的在研究技术；第二种人，在卖技术服务；第3种人，在卖焦虑。而 AI 时代，这3种人已经全部出现了。所以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要不要养龙虾，而是在这场 AI 淘金热里，你是淘金的人还是被收割的人？看到这里我也很好奇，那你觉得现在的 AI 热潮是真正的技术革命，还是一场新的卖产人生意呢？ OK， 如果你对这种经济观察、商业逻辑、科技趋势和平台经济感兴趣，欢迎订阅商业暗线这个频道。我们下一期见。